每年一度的 Galaxy S 系列 Unpacked 的活动，今年在1月23举行。这次发表的主要产品当然就是传闻许久的 Galaxy S25系列手机。这次发表的手机有3款，分别是 Galaxy S25 Ultra、S25 Plus 还有 S25。至于传闻中的 S25 Slim， 在记者会前的媒体抢先体验中，并没有实际体验到，也没有看到。硬体规格的部分，基本上就跟传闻的差异不大。当然，三星这2年都把重心放在 Galaxy AI 上面。这次的确是多了几个非常有感的 AI 功能。至于升级的哪些地方，接下来我就分享给大家。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三星在2025年第一场 Galaxy Unpacked 的活动上面推出了3款新旗舰，分别是 Galaxy S25 Ultra、S25 Plus 还有 S25。不仅效能全面升级，还加入了更多更有智慧、更人性化的 AI 应用。一开始有提到三星在这2年非常注重在 AI 功能上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三星认为提升 AI 应用对他们销售会更有帮助。那这个当然是有依据的哈。我们根据市调机构 IDC 的数据啊，2024年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市占中，具有 AI 功能手机已经有18%的渗透率。预计2025年，也就是今年会成长到31%，那预测2028年更会成长到70%。不过我这边也有个问题想要问手上已经有 AI 功能手机的大家，你们是因为手机 AI 功能所以换机去购买呢？还是换手机时刚好要买的手机就是有 AI 功能，但主要购买原因并不是 AI， 也就是说啊，你到底是不是为了 AI 而去换这只手机的？好啦，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当然还是要聊三星推出的新机，那就是 Galaxy S25 Ultra、S25 Plus 还有 S25， 来看看这3款新机有哪些亮点。这次三星推出的 Galaxy S25 Ultra、S25 Plus 还有 S25 3款旗舰机，规格上面我觉得规格控可能会有点失望，不过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哈。在硬体规格部分，当然就是用上最新的规格哦。处理器部分是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散热部分加大了 Vapor Chamber 的面积，尤其是 S25 Ultra 呢，比上一代更大了40%，可以大幅提高处理器长时间运作的效能。那记忆体部分呢，3款手机都搭载着12GB 的 RAM， 整体效能表现呢 ，CPU 提升了37%，GPU 提升了30%，NPU 提升了40%哦，所以整体提升上处理器还是提升蛮多的。显示器部分比较特别哦。S25 Ultra 从上一代的6.8寸提高到6.9寸，同样采用Dynamic AMOLED 2X 的萤幕，那支援1到120赫兹的更新率。不过重量部分却降低了15%，只有219公克。厚度部分也从 8.6mm 降到 8.2mm。那另外，机身由 79mm 的宽度缩小到 77.6mm 的宽度，所以 S25 Ultra 的机身是变得更狭长一些哦。不过在手感上跟 S24 Ultra 并没有太大差异。那 S25 Plus 跟 S25 显示器部分分别是 6.7 寸跟 6.2 寸，那规格跟上一代其实是一样的。那对了，这次在保护玻璃部分，它采用 Corning Gorilla Armor 2， 那提升了耐刮能力以外，之前为人称道的抗反射能力也提升了29%。实际看萤幕的表现呢，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那电池跟电量充电部分呢，3款手机跟上一代都维持相同的规格。S25 Ultra 是5000毫安时 ，S25 Plus 是4900毫安时 ，S25 是4000毫安时，充电功率也是维持45瓦。好，那对了，这是我比较让我有点失望的，就是 S25 Ultra 的 S Pen 呢，就如传闻一样，取消了蓝牙功能，也就是以往好用的遥控拍照，这一代就没办法使用了。那取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其实没有很明确知道，但是官方他们台湾官方这边透露就是说，因为这个遥控拍照的功能就是大家比较少用，所以就把它取消掉了。那镜头部分 ，S25 Ultra 只有提升了超广角镜头，从原本的1200万像素感光元件升级到50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拍照上质感跟细致度的确是提升了不少，也提升了微距拍照的能力。但主镜头3倍望远、5倍望远都跟前一代一样哦。那 S25 Plus 跟 S25 更夸张，完全没有提升哦。不过呢，官方表示在拍照运算部分全系列都升级了
Pro Visual Engine 啊，据说可以提高夜拍的降噪效果。另外还有时空滤波器，也可以利用 AI 辨识移动还有静止的物体，让低光源的影片拍摄的杂讯变低。那这次也可以拍摄 log 档，那所以专业拍摄后置调整也会更方便一些哈。那接下来当然还是官方说法哦，那官方表示啊，虽然镜头规格没有提升，但因为处理器跟演算法的升级，所以在拍照的体验上将会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这部分就等日后实测，那我再来验证哦。那整体来说，硬体部分比较有感的提升就是 S25 Ultra 的显示器变得更窄长一些，机身变得更薄更轻。那当然处理器也变得更优异。其他部分我想应该心力都投注在 Galaxy AI 上了。这几年三星 Unpacked 活动上，其实大家很明显感觉到，功能上的应用、软体上的升级，比起硬体上的升级都还要来得有感。那这一次给 Galaxy S25 系列也不例外 ，Galaxy AI 的功能应用比起硬体升级要有感许多。那除了跟 Google 深度合作的功能外，也加入不少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哦。三星这次搭载 Google 日前推出的 Gemini Live 繁体中文版，不仅仅单纯回答问题，而且把 AI Agent 的概念都加入 S25 系列手机中啊。那这功能的核心就在可以跨 App 执行多重任务，就像是我在搜寻航班的同时，可以直接把细节整理完之后发送给朋友。那另外像是你也可以根据食谱的影片自动修改材料清单整理成笔记哦，然后就是跨 App 来去做应用。那可以跨哪些 App 呢？除了 Google 内建的 App 都可以应用之外，像是三星的讯息行事历、闹钟等等的功能也可以支援。那第三方的应用目前支援 Spotify 还有 WhatsApp。不过在动手玩时我这还没有体验到这部分就日后等功能正式上线之后，我再实测分享给大家。新一代的 Galaxy AI 在工作上面的应用也提升了几个功能。首先是写作助理部分，这部分是蛮重要的，我想大家应该都蛮需要的哦。除了原本的写作风格还有拼字文法建议外，还新增了摘要生成、表格制作，还有条列统整的功能。尤其是表格制作的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好用的功能哦。因为制表总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有了可以自动制表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工作效率应该可以提升蛮多。那另外在浏览网页跟新闻资料的时候除了内容翻译跟摘要以外，还支援多倍数的语音朗读。那这部分也很实用因为我很讨厌说念得很慢，所以如果可以加快速度去朗读这些新闻资料的话我觉得用听的我就可以去掌握这些新闻资讯。那最重要的是在绘图智慧助理部分，除了原本的涂鸦转图像，这次还多了直接使用文字转图片的功能，可以应用在创作上外也可以应用在对话的贴图上那这个功能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像有点像是 Midjourney 那种感觉。话说这是除了之前有的人像转涂鸦以外，现在可以把所有圈选的物体转成涂鸦，这部分在创作上也会变得更轻松一些那之前我们有测试过 AI 橡皮擦功能，当时在 S24 Ultra 在消除物体时会产生莫名的物件这次也有改善而且还加入了一键清除路人的功能。不知道三星是不是有看到我那一集的许愿不过这部分我们就日后再来做 PK 再来做测试对了，这次加入了大家非常有感的功能，也就是智慧通话助理，它可以即时录下通话以外，还可以转成逐字稿，那另外还可以帮你整理成摘要。这点对于电话会议就会变得更为方便。这次 Galaxy AI 影音部分有几个非常实用功能。首先就是我非常期待的音讯橡皮擦。当录制下影片之后，它可以自动辨识环境中所有的音源并分类，例如说环境音、人声、音乐声，这个3个声音呢可以独立调整大小。像是吉他弹唱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掉人声或是音乐声。那这部分我们直接看示范。
再还有自动剪辑，让 AI 自动挑选影片的亮点，自动生成短片。生成之后啊，你可以用手动调整，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方便的功能哦。另外还有录影时它有一个流畅变焦感。那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不间断平滑的变焦啊，那就所以让你拍起来影片会更顺畅一点，不会有变焦时的那种顿挫感。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在日后实测时分享。Galaxy AI 还提供几个非常贴心的小工具，像是口语搜寻啊，这个部分就很实用。例如说相簿中，你只要口述想要找的照片风格，或是哪时候在哪个地点拍摄的某张照片，你就可以轻松在相簿中找到。而且这功能也可以应用在设定上，直接口述想要设定的功能，就可以顺利帮你搜寻到这些功能设定到底在哪里，不用一页一页翻，所以这个也是相对方便的功能。另外还有类似动态岛的 Now Bar。这是个非常好用的智慧工具栏啊，可以在不用解锁下就可以看到即时动态，像是计时器啊、赛事比分或是股票资讯等等等，都可以精选在上面哦。那日后应该会加了更多的功能在上面啊，就是会变得比较完整的动态岛。好。另外，个人头条 Now Brief 的功能也非常实用。这是个人化资讯助理，可以提供使用者一天的重点资讯，还有精选内容。那这功能结合 AI 的智慧分析，把重要的资讯整合成条理清晰的摘要，也能根据行程来推送交通状态啊、会议时间啊，还有当地的天气。另外，也可以结合健康侦测提供建议啊。那这部分如果深入使用的话，应该就会先变成智慧小秘书一样，是很贴心的功能哦。整体来说， Galaxy AI 依然是这次 Galaxy S25 系列发表的重点，也不得不说，以目前台湾能买到的手机中， Galaxy S25 系列就是最完整、最好用的 AI 手机。至于拍照部分，真的只有微幅的进步。我知道三星应该是为了整体外观设计，不放入更大感光元件，造成相机模组过度突出。例如说你只要放入了 HP 耐感光元件，就不可能让机身维持这么纤薄。但对于很多的三星爱好者来讲，其实也非常期待 S 系列上的拍照能力可以突飞猛进哦。那最后实测部分就请等我一阵子，过年后应该就有机会陆续推出实测的影片啦。以上就是 Galaxy S25 系列的快速动手玩，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